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待播剧景气指数排行榜，《长相思》和《花房》进入前3，弯腰上榜。最近影视圈可真是热闹啊，新剧纷纷上线，如《我的人间烟花》、《玉骨遥控》等。随着《躲不开》和《长风渡》的结束，不知道下一部剧会是什么。根据德塔文最新的即将上映的电视剧景气指数排名，张若昀和李沁合作的电视剧《庆余年2》成功夺得第1名。该剧第1季堪称口碑人气双丰收。第1部《长相思》，该剧由杨紫、张晚怡、邓伟等人主演，也是玉骨遥的重磅制作，已上传至网络。这部剧是一部古装大制作，由杨紫领衔主演，其亮点也不少。除了收视女王杨紫之外，还有等待爆炸的张晚怡和邓薇。同时，谭健次也是一大亮点。在这部剧中，她的颜值是最好的。第2部《莲花塔》，由程毅和曾舜晞共同主演，与《长相思》一样，一起进入榜单前3。这部剧也是古装大制作，但题材属于武侠剧范畴。这个题材目前其实不太热门，但作为顶流主播，程毅还是有很强的号召力的。自从他正式官宣出演这部剧之后，这部剧的热度就一直非常高。不知道程毅这次能否让武侠题材火起来呢？第3部《安乐传奇》，这部剧由迪丽热巴和龚俊共同主演，刘宇宁惊喜加盟，其阵容可以说是目前影视界最强大的阵容之一，毕竟是由3位顶级合作组成。目前这部剧的动态更新相当频繁，上过好几个热搜。看来空降兵应该不是空穴来风，看看后天能不能播出吧。毕竟平台的躲不掉已经结束了，是时候发布了。第4部分《延信的故事》，这部剧由罗云熙和宋轶共同主演，堪称剧组的瑰宝。因为罗云熙今年凭借《长月于禁》人气飙升，毕竟这部剧是今年第1部出圈的古装玄幻剧，再加上他本身的人气，他的古装剧评价一直都很高。对于宋轶来说也是如此，他今年还推出了一部大片，就是与白敬亭搭档的《长风渡》，这是强强联合吗？第5部分《吉祥期时辰》，这部剧由杨超越和丁禹兮共同主演，是一部比较新鲜的童话题材剧，两人都是娱乐圈的知名艺人，不知道播出后效果如何？一般男脸有多受欢迎？看完《长相思》躲不开你就懂了。在大众的固定思维中，脸是演员获得关注的力量源泉，只有长得不一般的人才能进入娱乐圈，进入电影界。但在目前的大环境下，剧组更希望看到的是艺人的演技潜力，而不是出众的外表。结果很多演员都被评为颜值一般，除了像宋威龙、林一这样靠脸出圈的新生代外，热门剧的男主角基本上都受到了所谓普通男性的警告。不过有趣的是，越是长相普通的演员受到攻击，他们就越能在演艺事业上做出一些成绩。一般男脸到底有多受欢迎？看完夏天的《长相思》躲不开就看得一清二楚了。张晚怡传统国风，严肃脸更适合不道德的设定。杨紫成2次创作大家庭，素人的造型比较时尚，会扬长避短，坚持自己舒服的风格，尤其是对于演员来说。与古装相比，张晚怡的现代装并不算很出众，眉眼规矩，3白抢镜，嘴唇厚，颧骨宽，只要肤色蜡黄一点，就会显得整个人有一种古朴感。这种真挚的感情或许不太适合爱情剧，但放在古装剧里就恰到好处了。这也是为什么张晚怡脸上的单纯能够帮助她赢得主旋律剧资源。她是将军又不将军，肤色白皙，发型时尚，一身古装的张晚怡用清晰的姿势表演，不怒自威。长相思中，轩轩把权力放在第1位，经历了种种困难，只有抛弃心中珍贵的东西，才能成为皇帝。张晚怡的传统民族风一定是剧组选择她的首要原因，而第2个原因又回到了她的简约大气。简约所传达的风格是有趣而严肃的。一个正派的人做平凡的事并不奇怪，但如果他摆出一副人畜无害的面孔，却说出了极其违背人类道德的话，那么这种反差感正是剧组想要看到的。预告中，轩轩明明是高人一等，却以半跪的姿态卑微地向逍遥祈求。他甚至毫无愧疚地直接质问他喜欢他有错吗？想要在一起有错吗？
这让小妖脚步迟缓，愣了一下后惨叫一声，倒地不起。他是他位最亲爱的兄弟，却又想与他共度余生。贤贤在乞讨状态下表达的爱情是剧本中最不道德、最精彩的一点。从《我的世界烟花》和《以家人之名》2部剧的成功不难看出，伪骨科根本就是踩了观众的审美点。在长相思团队组建之前，张晚怡和杨紫是被拉出来的大牌球员，两人主演的《逍遥》可以说是很受欢迎。陈哲远一脸稚气，法令纹视觉上成熟，与赵露思演绎的年龄差不可谓不相容。张晚怡的朴平淡却可以塑造，陈哲远的朴栽既老又少，终日挑选赞美。陈哲远的上半张脸无疑是完美的，浓眉大眼，这是帅哥的标准。问题就出在下半张脸，肉鼻子的轻微钝感，鼻翼两侧和嘴角的法令纹让他看起来不再年轻了。好在凑到一起，这张带着大叔气质的男生脸，正好和偷偷藏不住中段的好评很契合。原著小说中，桑植第一次见到段嘉旭之前，他已经是一个20岁的大学生了。当你和他携手走到故事的最后时，他已经是一个27岁的成熟男人了。一个演员不可能在一部剧里突然老这么多岁。如果他想把学生时代和职场都诠释得淋漓尽致，陈哲远饰演的段嘉旭可以通过服装和发型来区分。得益于稚嫩的眉毛和深深的法令纹，他才能有一种超越同龄人的冷静感，让赵露思和他同框，让他看起来年轻了很多。现实生活中两人的年龄仅相差2岁，但剧中却相差5岁。陈哲远的选角非常好，能演校园剧，还能接到原创剧本《暗夜与黎明》的顺利上线，印证了陈哲远目前的大势。02回归古装的肖战与演员肖战到底有多远？玉骨妖改编自苍月的小说《朱颜》，故事发生在一片名为云荒的土地上，那里以世英、朱颜为代表的空桑族，以致远为首的羽族，而冰族的10位女巫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。正直善良的太子世英，肖战氏和母亲被陷害，皇后只好装疯烧功，让世英假死逃离空桑王室。5年后，隐姓埋名的石英成为九夷山道士，并再次遇见了赤足公主朱颜任敏氏。从故事来看，玉骨遥的设定还是比较传统的，比如故事发生的地方叫云荒，这是一个虚构的世界。也有观众注意到，玉骨妖讲述的故事其实是一种经典的戏剧形式，那就是太子报仇。句号。不过，老套的故事并没有影响该剧播出后的热度，因为很明显，这部剧最大的看点或者说卖点就是肖战，尤其是古装的肖战。《陈情令》之后，肖战出演的大多是现代剧，比如《余生》《王牌部队》和不久前结束的《梦中大海》。回归古装是肖战的舒适区，也是喜爱肖战的粉丝们乐于看到的。又如诗英在山上修炼法术，这个内容在剧中至少出现过3-4次。石英每次施法时都会闭上眼睛，用手比划，动作虽然简单，但人性设计的加持，加上瀑布、流水、参天大树等自然背景，完美提升了角色的魅力。九夷山上，石英的好友话痨重明输出机枪，但石英总是回答2个字：非常不还我晚了。听到臭重明说不行，毁容吧，立马变成镜子给他拍照。同时，石英还是甩梗高手，连表现都表现不出来，所以为了不被外界所知，许多皇子对皇后的葬礼都漠不关心。更糟糕的是，石英还得亲自递笔划掉母亲的名字。在母亲的墓前，石英先是低声抽泣，眼睛红肿，流下了眼泪，然后他越来越伤心，跪倒在地痛哭起来。当然，对于这种情绪变化和哭戏，肖战的表现不能说是惊艳，但也不会让人发笑。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，肖战演绎了人物的破碎感，而恰恰这种破碎感更能让喜欢肖战的观众感到心疼。有肖战、任敏这样的大 IP 和年轻演员的加持，玉骨遥的播出数据和讨论度都不会差。后期除了虐恋之外，还会有家国情怀、侠义精神、保护苍生等更厚重的内容。肖战和任敏的表演以及后续故事的创作是否能引起共鸣，观众还有待观察。对于肖战来说，任何一部剧都可能不缺少热度和话题。自从《陈情令》走红以来，肖战出演了《余生》《斗罗大陆》等电视剧，还有《王牌部队》《梦中的大海》等剧，被外界视为变革性作品。
此外，肖战还凭借话剧《如梦如幻》历时3年，全国巡演72场。在外界看来，肖战似乎渴望撕掉一直贴在自己身上的流量标签，用行动证明自己有能力、有信心、有勇气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。但客观来说，肖战的演技肯定称不上优秀，原因就在于这些角色还没有走出肖战的舒适区。就连口碑不错的古一叶和肖春生，虽然人物相对来说更加复杂多面，但本质还是偶像化了一点，还没有突破。一层窗户纸不足以突破。相比之下，被贴上流量标签的朱一龙人生大事中的莫三妹就让人眼前一亮。这个剪着短头、花衬衫、满嘴脏话的人物，颓废却又带着低等人的烟火气，无论是点着黄纸烟，还是踹引着武汉式的台词，都让这个人物活灵活现，充满了活力。最终，这个角色也让朱一龙获得了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